大家都知道，印度被称为世界上头号军购大国，那可以说只要是你肯卖，钱不是问题啊。而今年印度闹得最大的军需采购案，便是在8月份传出的采购俄罗斯图160战略轰炸机了。不过虽然当时这件事情闹得沸沸扬扬，但现在却反而是沉寂了下去。难道说俄罗斯不想卖给印度图160了吗？今天大兵就来和大家聊聊，俄罗斯是否会答应卖给印度图160呢？如果答应的话，是否就意味着俄军下一代战略轰炸机也要面世了呢？话不多说，咱们直接进入正题。就在今年8月初左右，印度媒体向外宣称，印度正在与俄罗斯洽谈采购图160战略轰炸机，并声称已经达成了初步协议，未来将会引进6架图160。也就是说，印空军很快就将配备属于自己的战略轰炸机了。与此同时，一款能够携带核弹头的高超音速武器也将会随着这次洽谈加入印度空军。综合分析，大概率指的是俄空军已经装备的匕首高超音速导弹。这个消息一出啊，随即便震惊了一大波人。毕竟图160那可是俄罗斯的宝贝呀，除了能够携带常规炸弹、巡航导弹以外，还能够携带多种型号的核航弹和核巡航导弹，弹药筹载量那不是一般的大呀。只要印空军能够顺利采购到图160，就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目前南亚的平衡。同时，如果印度能够完成图160和核航空炸弹的整合，再加上印度目前已经下水的歼敌者号导弹潜艇，陆基成功试射的烈火5型远程弹道导弹，这就意味着印度完成了3位一体的战略核威慑，这对于印度来说是前所未有的战略进步啊！虽然现在来看，这个说法大概率还是印媒在自嗨，因为俄罗斯方面并未放出关于这次军售的相关消息。不过，考虑到现今俄罗斯军工业因为俄乌战争的影响受到了严重冲击，所以并不能排除其为了保住印度这样一个大金主，而特意向其发放一些特定福利。毕竟在过去3年间里面，印军将近124美元的进口武器之中，俄罗斯的份额占了接近一半。也就是说，仅印度就差不多养活了整个俄军工行业。另外，作为目前的军事强国，虽然这次俄乌战争表现拉胯，但俄制武器在军火市场上依然占有很大的份额，而外售武器自然也是俄罗斯重要的经济来源。印度作为一直以来的军购大国，必然是俄罗斯重点关注的对象。虽然图160作为一款战略轰炸机，按照国际的一贯条例，这种级别的武器大多数是属于非卖品，但是仅从俄罗斯方面来说，对印度还有一条潜规则，也就是向印度出售装备时百无禁忌。此前例如戈尔什科夫航空母舰租借的查克拉2号攻击核潜艇，这些也都是战略级武器，基本没啥阻碍，至少俄罗斯方面是清楚的。高技术的战略武器就算是给了印度，他们也没有那个能力去逆向仿制。另外，除了早期赚取租金和改装费用之外，每年还能够赚取大量的保养、维护、零配件等服务费用。总而言之，俄罗斯向印度出售图160并不是没有可能的。那么如果答应印度的话，仅仅是因为无法仿制和有钱赚吗？其实，印媒之所以选在8月份说出这样的言论，除了上述这些原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俄罗斯正在推进的新型隐身轰炸机项目可能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如果俄空军有了新的隐身轰炸机，那么俄空军未来势必会走美国战略轰炸机部队发展的路子，也就是保留轰炸机中性价比最高的 B52， 一步步淘汰 B1B，最终围绕 B21打造新的空中战略轰炸力量。与之相比，俄制图95对标的就是美军 B52， 图160对标的则是 B1B 枪骑兵。另外，从目前战略轰炸机的用途上，大家其实也能够看得出来，这类空中作战平台大多数时候所执行的任务基本都是吓阻、威慑，很难有实战。再加上图95这款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老家伙，如果真的用于现今4代机或者5代机拦截的话，它只能是充当活靶子，战时的生存概率并不高。那么为何这种苟延残喘的老飞机依然备受俄空军的青睐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它根本不需要参与实战，其作用只需要出现在敏感地区即可，剩下的想象空间就交给对方了，也就是所谓的威慑力。如果说图95的作用在于威慑力的话，与之相比，图160这款可变后掠翼式轰炸机现今的处境就显得有些尴尬了。首先从性价比方面来看，图160不如图95来的实惠，而在隐身突防能力上又比不过未来将要服役的隐身轰炸机，再加上使用成本还如此昂贵。虽然俄罗斯之前投入了大笔资金重新开启了图160M 的生产线，但截止至现今新的图160M 也只生产了2架，后续如果没有持续资金投入和外部订单支撑的话，很难坚持太长时间。另外，俄空军的战略轰炸部队立下还装备有一款图22M 逆火，该型轰炸机俄空军的数量可不少，已经超过了60架。以性价比来看，图22M 也比图160更为划算。当然了，图160也不是说一无是处的，
毕竟它的战略打击能力还是非常强悍的，只是在现今该机的定位有些模糊，在各式防空、空导弹横行的当下，有几架当个背景还是很不错的。真的参与实战的话，效果好不好，这还是一说呢。因此，在俄空军下一代隐身轰炸机即将问世之际，不排除俄罗斯在安慰印度的同时，顺便清理一下自己的库存。因为现在不出手，未来恐怕将更难出手了。不过另一方面来说，就算印度要买，同时俄罗斯也想卖，但俄方能不能拿出图100的成品也是个问题啊。毕竟目前俄罗斯空天军只有一个单位装备了新改装的图160M2，总数也就20来架。虽然俄罗斯经过了多年的努力，现在已经搞定了图160的复产工作，但基本上每隔1年才能够复产出一架宝贵的图160出来，因此印度想要购买也还是有些难度的。好了，说了这么多，俄罗斯下一代隐身轰炸机的进度到哪儿了呢？大兵根据现有的信息总结了一下，俄罗斯 PAK-DA 隐身轰炸机可能将在明年完成总装，然后在2025年首飞，最终于2027年入役。按照俄空军此前的说法，入役后的 PAK-DA 将会取代部分的图160和图22M3。不过俄空军的计划真的在按时进行吗？首先大家要知道 PAK-DA 的研制最早对外公开是在2008年，作为一款俄罗斯集合最先进技术打造出的全新轰炸机，根据俄方的宣传，它将会拥有强大的性能与隐形能力，以此来确保俄空军未来与美空军的战略轰炸力量依然保持在同一水平线上。而俄罗斯早期的计划，该机预计是在2019年首飞，2023年后进入服役。对外宣称该机的采购数量将超过100架，并在2040年后取代所有的图95MS 和图160轰炸机。但是 PAK-DA 的研制进度一直都不顺利。根据俄罗斯媒体的报道，早在2013年初的时候，俄国防部就批准了 PAK-DA 的设计方案，并且在同年底将初步技术设计合同授予了图波列夫设计局。但是到了2014年，由于俄罗斯对克里米亚半岛进行的军事行动，以及投入顿巴斯地区的琐碎战斗，使得该机的计划优先级被一降再降。后续俄空军更是决定恢复图160M的批量生产，一直到了2017年底 ，PAK-DA 的开发工作才再次进行。当时的计划是预计在2027年服役，但是到了今年的5月份，俄媒体又在向外报道，该机的研制计划又有变动。考虑到俄乌战争期间北约各国对俄罗斯制裁所造成的影响， PAK-DA 的首飞可能推迟至2025或者2026年，并且在2028或者2029年进行小批量生产。也就是说，它的研制进度肯定是落后于美国 B-21的。另外，其实早在2020年底，俄罗斯就宣称即将开始制造该机的原型机零部件，计划在21年完成其发动机的试验台测试，并且在同年实现原型机的组装工作。但是这个进度嘛，也同样在被延迟。根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此前的报道，俄国防部副部长阿列克谢·克里沃鲁奇科曾向记者表示，俄计划在20年生产的 PAK-DA 的首批发动机样机并进行台架测试。但是这则消息发布之后，一直到今年的11月份，相关人士才向外透露，俄罗斯已经在对其正在开发的 PAK-DA 发动机的几个原型进行基准测试。而且从目前所公布的发动机技术指标数据来看，这款发动机的性能并不算特别突出。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现行 PAK-DA 隐身轰炸机其实还处于设计招标阶段，也就意味着距离制造出实际还有相当长的时间。而大兵之所以将出售图160和 PAK-DA 联系在一起，还是因为在印度媒体发布消息的同时，美国战区网站向外发表了一篇文章，宣称俄罗斯在近期提交的一份国际专利文件上发现了关于 PAK-DA 的重要信息。根据这份被爆出的专利申请文件来看，内容是关于隐形轰炸机发动机进气口的设计。不过更让大兵感兴趣的是，文件中附图所透露出的消息很可能反映出了 PAK-DA 的基本设计概念。要知道 PAK-DA 的研制虽然开始的很早，但一直到现今，俄官方都并未透露出该机的外形信息。从这张附图中我们可以看出来，该机采用了与 B-2类似的飞翼设计，不同的是其前机身的后滤角比机翼的后滤角更大，并不像 B-2那样机体前缘后滤角完全一致，因此它反而更像是美国 X-47B 隐形无人机，或者放大版的俄罗斯 X-70猎手隐形无人机。另外，附图中的发动机进气口位于机体上部，而且只配置了2台发动机。大兵猜测，所使用的可能是改进后的 NK3202 涡扇发动机。发动机的喷口并不是 B-2那样的扁平喷口，而是与 S-70更类似的圆形喷口。不过，这样的设计可能会导致轰炸机喷口雷达反射面积的增加，并且会有较强的红外特征。除此之外，这份专利文件中还显示 PAK-DA 的机身和机翼后缘可能并未考虑到与全缘平行的问题，也就导致该机多了几个雷达波反射方向。因此有观点认为，该机的隐形性能可能要比 B-2要差很多。
就像是对比隐形性能的苏57和 F-22，PAKDA 并不是极低可观测级别 VL0， 而是低可观测级别 L0。至于 PAKDA 轰炸机的相关性能参数，综合这些年网上传出的消息，大兵认为它的最大起飞重量应该在160吨，极限武器载荷是33吨，内置的武器舱能够搭载2个旋转发射装置，也就是最多携带12枚 KH-BD 远程巡航导弹，射程大于现今的 KH-101、102。那么，除了上述的进度延迟以及设计问题之外， PAKDA 还面临哪些问题呢？首先来说，大家应该都知道，在隐形轰炸机领域，俄罗斯长久以来与美国都不在同一水平线，因此，俄空军表示必须以美军 B-21为目标，开发一款属于自己的强力装备。相关的研发工作早在2008年就开始了，只不过一直都是有在宣传，未见实物。与之相比，美国的 B-21已经在今年12月初亮相，并预计在2023年进行首飞。这一下子压力可就来到了俄罗斯这边了。毕竟当年可是俄罗斯自己夸下海口，将会创造出性能方面远超美国的轰炸机。所以 PAKDA 的进度是一大问题。从2014年至今，俄罗斯所遭受的制裁超过了8000项，现今依然在持续增加制裁项目，其中就包括了俄罗斯至今无法自产的航空工业所需的部件和材料，特别是电子产品方面。这也就导致 PAKDA 的研制和生产严重受限于西方各国对相关产品的限制。最有趣的是，俄罗斯军费的增速一直赶不上军事所需，这一点大家也都知道。俄罗斯的军费问题对俄军有着莫大的影响。一方面，俄罗斯要应对战争所带来的经济损耗；另一方面，西方各国的制裁也导致而国内经济低迷，根本无法为 PAKDA 提供充足的经费。再加上现今的俄罗斯在各个领域基本是比照美国的原则制定计划，同时进行的项目非常的多，有点类似于冷战时期，苏联与美国陷入了军备竞赛的状态。但问题是，美国有那个资本，俄罗斯没有。另外，由于俄罗斯计划在近几年生产76架苏57的计划已经提上了日程，单是生产苏57就占用了俄军大部分经费，再加上 A100 预警机、1276运输机、1278加油机、苏30、苏34等项目的需求，最后给到 PAKDA 的经费已经没有多少了。因此，从目前俄罗斯的经济情况来看，想要成功研发出 PAKDA 的隐身轰炸机，就必须向其投入大笔的经费，而这也就成为了最大的问题啊！大家还要知道一点，此前俄罗斯为了维持自己的核大棒，投入了不少经费提升核打击能力，再加上俄罗斯一直在发展的球体项目，所以再想要拿出大量经费研发 PAKDA 轰炸机，难度还是很大的。总结来说，不论是为了安抚印度，还是缓解自身的经济压力，俄罗斯是有一定的可能性答应印度的。但是能答应并不代表能拿出货来，说不定啊，这边印度交完定金，那边俄罗斯就以各种借口拖延交付日期，这并非没有可能啊。